潮玩行业集体追星，是流量捷径还是饮鸩止渴？2026年的潮玩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饭圈化洗礼。走进任何一家 Top Toy 或泡泡玛特的线下门店，你会发现货架的陈列逻辑已经变了。曾经占据 C 位的是拥有庞大世界观的自有 IP， 而如今印着顶流明星头像的联名款，附带艺人亲笔签名小卡的限定盲盒，正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直播间里，主播声嘶力竭地喊着为了哥哥冲销量，解锁代言人专属福利，评论区则被整齐划一的粉丝控评文案刷屏。从乐华娱乐旗下王一博代言原创 IP 小敖 AOO， 到名创优品 In Blackpink 成员 Jennie 的联名周边引发千人排队，再到52 Toys Top Toy 相继官宣周柯宇、赵露思为全球代言人，潮玩企业正密集签约顶流明星，展开一场激烈的跑马圈地。这并非简单的营销动作，而是行业底层逻辑的重构。在 IP 极度内卷、新面孔难以突围的当下，潮玩品牌正试图借助明星的粉丝影响力实现年轻化破圈，以此区别于以往单纯依靠自身玩家和隐藏款机制的传统打法。然而，当明星加潮玩成为标配，一个根本问题也随之浮现：这究竟是在做潮玩，还是在做明星周边？从简单联名到资本深度绑定，过去潮玩与明星的合作大多停留在贴牌阶段，品牌方支付一笔授权费，将明星的照片印在包装上，卖完即止。到了2025年，开始出现更为深度的利益绑定模式。目前，潮玩品牌的明星策略主要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代言人推自有 IP， 这是当前最主流的打法。品牌通过签约官方明星代言人，借助艺人的公众流量与粉丝号召力，为旗下自研自有 IP 精准引流，加速 IP 破圈，提升产品销量与品牌影响力。例如2026年4月22日，52 Toys 官宣周柯宇成为旗下潮流 IP Puka Puka 全球代言人，并同步上线环宇之灵系列新品，依托艺人流量为小众 IP 打开市场认知度。仅隔数日，4月28日 Top Toy 官宣赵露思出任品牌全球代言人，核心聚焦旗下糯米儿、堆堆等自有 IP 的推广与出圈。这种模式下，明星不仅是面孔，更是 IP 的传播入口。赵露思在 Top Toy 直播间的极高人气，以及5一前夕推出的 Nami 糯米儿爱吉礼盒在线上旗舰店引发的抢购热潮，都印证了这种移花接木策略在短期内的爆发力。第二种为 IP 共创，深度绑定式代言，也是乐华娱乐当前重点布局主推的进阶合作模式，彻底跳出传统代言的浅层合作逻辑，实现艺人 IP 平台的深度共生。2026年4月17日，乐华娱乐旗下潮玩品牌 Y Toys 官宣王一博担任品牌原创 IP 小敖 AOO 全球代言人。不同于常规明星代言，该 IP 由乐华娱乐与奇梦岛、原谅子之歌通过合资公司联合深度孵化，分工清晰，协同互补。奇梦岛负责产品设计研发与供应链落地，乐华娱乐输出艺人核心流量，全域营销资源，同时将王一博的个人特质与风格融入 IP 人设与视觉设计，让艺人与 IP 深度绑定，高度适配。此前双方合作的 Vivistar IP 已验证了这一模式的有效性。王一博定制款 SKU 曾在48小时内售罄，2级市场溢价率超过300%。IP 与艺人深度绑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第三种为轻量化明星联名授权合作。2026年3月，名创优品以 Jennie 个人风格为灵感推出联名快闪店，登陆上海和长沙，引发大规模排队。
上海港汇恒隆广场店开业，首日创下220万元业绩，刷新单店单日纪录。该模式核心优势在于轻资产、短周期、高传播，品牌依托明星个人热度打造限量联名产品与主题快闪场景，快速调动粉丝消费情绪与大众打卡热度，高效提升品牌曝光度。虽相较于自有 IP 联名模式的产品毛利更低，但胜在资金周转快，全网声量高，能在短期内快速撬动流量与销量，实现品牌热度与营收的双向提升。为什么盯上明星？潮玩品牌集体深耕明星合作，密集绑定艺人流量的背后，其实是行业对市场不确定性的主动避险与突围尝试。此前，泡泡玛特凭借拉布布为核心的 The Monsters 头部 IP， 造就了潮玩行业的增长神话，极大刺激了行业入局热情，大批企业扎堆涌入潮玩、糖胶毛绒等核心赛道，头部品牌更是开启IP 矩阵扩张竞赛，行业 IP 数量迎来爆发式增长。行业数据显示，泡泡玛特新 IP 年度发布数量已从2024年的29个激增至2025年的57个，名创优品已签约16位潮玩艺术家 IP、52TOS、Top Time、奇梦岛等头部厂商，新增及累计自有 IP 已超过100个。但海量的 IP 扩张并未转化为对等的市场增量，反而陷入量产不爆红、上新及滞销的内卷困境。艾媒咨询2025中国 IP 消费白皮书中的数据印证了行业痛点，90%以上的新晋 IP 生命周期不足6个月便彻底淡出大众视野，99%的新 IP 难以存活超1年，能够实现长效出圈、持续变现的优质 IP 寥寥无几。即便是行业龙头泡泡玛特，也难以复刻过往的爆款神话。泡泡玛特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连续推出的 Super Tutu、放学后的 Melody 等 IP 均未复刻拉布布的出圈效应。在海量同质化产品的冲击下，新 IP 很难从货架上被自然注意到。而另一方面，潮玩属于典型的情绪消费品，用户审美迭代快，热度随机性强，市场需求极难预判。而潮玩 IP 从设计打磨、打样开模、批量生产到质检上市、物流铺货，全流程周期长达数月，漫长的生产周期与瞬息万变的市场情绪形成强烈冲突，极易出现爆款断货、滞销款积压的供需失衡问题。泡泡玛特2025年财报数据直观暴露了这一行业共性难题。2025年全年，泡泡玛特存货价值从上年同期的15.25亿元飙升至54.73亿元，增幅超过250%，超过同期营收增幅。存货周转天数从102天拉长至121.63天，库存压力持续累积。除了用户端的审美疲劳与供应链压力，资本市场对潮玩叙事的态度也正在从狂热转向审慎。3月25日，泡泡玛特发布2025年全年业绩。尽管其2025年营收同比增长超180%，但财报发布后，公司股价在随后2个交易日内累计下跌超过30%。到了5月12日，泡泡玛特披露2026年 Q1 未经审核经营数据，整体收益同比增长75%至80%。营收明明在高增长，股价却再次遭遇冷遇，公布当日收盘跌2.69%，市值2184.6亿港元。5月13日业绩电话会结束后，股价收报154.30港元，市值回落至2069.23亿港元。不止泡泡玛特，
同师傅港股上市首日破发近50%，说明投资者对潮玩赛道的估值逻辑正在从讲增长故事回归看利润现实。在此背景下，品牌急需寻找一条比孵化新 IP 更可控的增长路径。而流量明星似乎可以提供这种确定性，毕竟相较于从零孵化一个前途未卜的 IP， 明星自带成熟粉丝圈层，稳定流量热度与大众认知度，能快速为产品赋能，拉动销量与品牌声量。从市场案例来看，明星对于潮玩的加持效果确实令人侧目。成立于2025年6月的杭州潮玩品牌 AirToys， 在成立仅3个月后便签约田许宁，代言首日全渠道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年 GMV 破亿。这一惊人数据迅速引来了资本的目光。2025年9月，阿里巴巴旗下杭州皓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完成对 AYO-AirToys 15%股份的战略投资，华策影视同步跟投。此外，据乐华娱乐财报显示，其潮玩经营板块以44%的毛利率成为旗下4大业务中盈利表现最优的板块，远超传统艺人管理等业务。对潮玩品牌而言，签约明星虽需支付千万级别的代言费，但相比投入巨大且前途未卜的原创 IP 孵化，这笔投入显然更具确定性与性价比。明星效应能走多远？AirToys 的爆发式增长证明，明星代言的加持确实能带来显著效果。直播间里，盲盒不再仅仅是玩具，更成了粉丝为偶像做数据的战场。二手市场上，附赠明星小卡的隐藏款价格一度翻了6倍。但短期爆发的另一面是结构性隐患的加速暴露。明星驱动的销量本质上是粉丝经济的溢出，而非品牌资产的沉淀。泡泡玛特之所以能成为泡泡玛特，不是因为 Molly 长得好看，而是因为它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情感投射、社群认同、收藏交易闭环。用户买的不是一个糖胶娃娃，而是一种我属于某个圈层的身份确认。这种价值不依赖任何明星，也不会因为明星塌房而崩塌。反观当下的明星联名潮玩，消费者购买的动机正在发生微妙而危险的偏移。直播间里，盲盒不再是取悦自己的玩具，而是粉丝为偶像做数据的战场。二手市场上，隐藏款的价格高起，附赠的明星小卡才是真正的价值锚点，玩偶本身反而成了赠品。当一个消费者习惯了为哥哥冲销量的消费模式，他很难再回到因为喜欢这个造型所以买的状态。这种被流量重塑的购买动机，恰恰是品牌无法长期依赖的。更深层的危机在于 IP 生命周期的极度压缩。明星代言能在短时间内引爆销量，但也加速了 IP 的消耗。一旦明星热度自然衰减，或不幸陷入负面舆情，与之深度绑定的 IP 价值将迅速归零。泡泡玛特与 eSpa 联名的 Pockstar 系列普通款在二手市场价格已然腰斩，只有附赠小卡的隐藏款还能维持溢价，这本身就是价值支撑力不足的赤裸信号。粉丝买的是那张小卡，而不是那个 IP。当小卡与 IP 脱钩， IP 还剩下什么？而且粉丝的热情并非无限资源，千篇一律的明星联名玩偶正在迅速消磨受众的耐心。当潮玩从悦己的情绪消费异化为为它的数据打头，其核心的文化属性正在被稀释。粉丝为偶像买单的热情是真实的，但这种热情有明确的边界，它服务于偶像而非品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整个行业都在追星时，真正在做 IP 原创的企业反而被边缘化了。资源向明星倾斜，意味着留给原创设计师的预算和渠道在被压缩。
长此以往，行业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原创能力持续退化，对明星的依赖不断加深，直到某一天流量红利见顶，才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造血的能力。归根结底，明星只是过客， IP 才是归宿。整个行业都在追星，本质上是在用一种更精致的方式回避着各行业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何让一个 IP 自己活下去。